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要介绍2359这个先锋王国了，还有讲一下现在先锋王国的一些事情了。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要介绍2359这个王国呢？因为他们近期招募了一些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，应该是说蛮多玩家的，并且他们也是从原本银色的先锋变成金色的先锋。他们甚至之前的排名是低于1875的。那1875最近应该也是招募了一些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，所以他们又变成金色的先锋了。但是在前阵子其实他们是银色的先锋罢了。而且重点是现在2359的数据是已经超越了1875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现在2359呢已经是在他们这种顶级先锋里面的行列了。而且这边3213也是蛮夸张的，他们现在也是排得很前面，各方面的数据都是蛮不错的，就只有1001、1002这两个奇怪的王国在里面而已，之外其他的王国都 OK 的。然后近期1365因为他们在前2个赛季呢清了一波自己的血，所以他们现在的玩家呢质量都比起前2个赛季还要来得更好，而且看到他们上一个 KVK 的表现也是很好，所以相信之后应该会有更加精彩的 KVK 可以看到了。那我们回来讲2359这件事情，现在他们的联盟战力呢已经是变成189亿，不过还是一个联盟而已啦。然后他们的联盟击杀呢现在有 3.2 兆，在这之前他们的击杀就大概3兆 3.1 兆左右。那他们移民进来的玩家有谁呢？映入眼帘呢第一个就是巴黎队长，然后这个叫 Kyrian 的玩家呢其实也是新移民进来的玩家来了。这里我就做了一个列表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移民进来的玩家有哪一些。所以这一次他们移民进来的玩家呢，巴黎队长应该是他们这一次收进来的移民里面击杀是最多的，总共有866亿击杀，而且他那个氪金度也是很高的。另外一个叫 Kyrian 的玩家，他的击杀也是算中上水平啊，可以说是比较高水准的玩家了，455亿的击杀。不过我不确定他之前是从哪个王国移民过来的。另外一位玩家就是 Purple Hawk， 这个玩家的击杀就比较偏中等水平，有272亿的击杀，然后他的相册也是没有放一些旧的照片，所以也不清楚他之前是从哪里来的。另外一个账号就是 Dark Angel， 击杀也算是中等水平，他总共有194亿的击杀。那根据他这边的记录来看，他之前也是1846的玩家，也就是说他之前应该是跟巴黎队长一起移民到3303，然后再移民来2359。讲到3303这件事情呢，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些补充啦，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之前是在3303那边。另外一位玩家就是 I am Borgas 或者是 Borges， 不确定怎样念，击杀的话就有203亿，战力有 1.3 亿。这位韩国玩家其实也是移民进来的，但是我不确定他的名字怎么样念啊而且看情况他应该是从1365那边移民过来的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的击杀就会比较高一点哦，就351亿，算是中上一点点水平了。下一位玩家叫 Boss Bankun Lee， 那根据这边的截图来看呢，他之前也是待在 WIB 就是之前的1846，所以他应该也是跟巴黎队长一起来了。然后他这个截图真的是历史很悠久了因为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 Goodfather 教父这个账号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，因为他已经弃坑了至少4年5年的时间了吧。当时候他的账号还在1556，那时候的1846也是很强大的一个王国，所以看起来这个玩家应该也是玩了蛮长一段时间了，不然他也做不到这个截图啊。而且看起来他用的头像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拳超人里面的一个角色，算是老玩家啦。不过他的击杀没有到很夸张的那一种啦，不过也算是中上水平了。下一位玩家 Yabong，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韩国玩家，因为我看他有去那个韩国线下聚会，韩国线下聚会就是这样子的摆盘啦，然后这边也有放一个韩国国旗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从1365那边移民过来的吧。这边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看到，他的击杀就稍微少一点点，有250亿击杀，不过以在先锋王国来讲是已经足够了。下一位玩家 Dang Blue， 然后根据他的相册来看呢，这个联盟是在3114啦，所以有可能他是从3114那边移民过来的。但是我看后面他的截图呢，又有另外一个王国，这个王国是3043的联盟来的，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从哪个王国来。不过根据他这边截图来看呢，比较多的截图都是在 WH
Dash 这边做的截图，所以应该是从3114那边过来的啦。不过他的击杀就会偏比较少一点。假设说他这个是新的账号的话，这个击杀其实是已经足够了。根据他的 ID 来看，这个账号至少也是玩了好几年的时间了。最后一个新移民进来的玩家叫 Kazuha， 但是不确定也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是他的击杀数的话，总共是有242亿的击杀。根据他 ID 来看，也是玩了几年的时间了，也不算是新玩家。所以总共移民进来的玩家就只有这几位，然后移民出去的玩家呢，其实非常少而已，甚至有一些账号可能就是农场账号啊，又或者是这些账号的击杀不会相差特别远。就比方说这个叫 Bombo 的玩家，他已经移民到2387，但是他的击杀不算特别高。当然他那边击杀不是很高的原因也很清楚啦，就是他的 ID 其实是比较新的，所以他应该是新玩家，所以他的击杀才不会这么多。另外一个玩家他依旧还是在2359，但是是没有在联盟里面的。但在我的记录里面他是已经消失了，所以很可能这个玩家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毕竟他的击杀数也就只有10亿而已，所以相信他应该是没有玩了的。而且以他这个战力来看的话，大概率他应该是被清零了，或者是 KVK 打完自己战力之后就不想要再继续玩了，并且他历史最高战力呢也就只有8000万而已啦，所以应该也不是那种开销非常大的玩家，所以他离开也是情有可原啦。最后一位玩家就是这个 Gypsy Danger， 看这个情况他是被清零了吗？为什么战力这么低？他依旧还是在2359的，但是他好像是去到另外一个联盟里面去了，所以相信他应该也是没有玩了吧。然后他已经 VIP 18了，这么快？难道他之前是加入主联盟，然后就舔到了不少的箱子？所以这边看下来呢，虽然他们也是有一些玩家可能离开或者是不玩了，但是招募进来的玩家还是很多的，所以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359突然之间会变成金先锋的原因。那么2359之前做过什么事情呢？那其实2359有跟960对战过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再来就是2359表现到最杰出的就是上一场 KVK， 然后刚刚我前面有讲到嘛，就是3303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会知道3303移民过去2359，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同一场 KVK， 有可能是从1365移民过去2359的一些韩国玩家，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 KVK 里面，有可能在 KVK 刚结束之后，他们就从这里招募了一些玩家移民过去他们王国。但是我真的觉得1875这边的盟友里面呢，表现到最好真的是2359，因为他们从关卡4开始呢，就是一路碾压2728直到黄庭为止，而且他们是直接把2728推出去黄庭的。当然有一些玩家说他们的实力比较强啊，那确实啦，他们的击杀会比较强，但他们的战力其实会比较低一点。而且2728也是有很多大佬玩家，我看后台数据就是个人数据的时候，2728有很多玩家都是在比较靠前的排行榜，反而2359没有这么多。这个是他们上一场 KVK 的后台数据，你们可以看到2359的表现，他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要超越他们的盟友1875了。当然他超越不到1365啊，因为1365在那一场 KVK 真的是打得太好了，并且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呢，就是当时候他们黄庭的情况啦。看到这边1875推的那个进度都还没有这么快，因为 GST 也就是1365他们一直极力在反抗，反而这边他们是直接打到2728已经自闭了，已经跑出去了，剩下一点点旗帜而已。所以他们当时候进度是很快，而且他们是当时候一个阵营要面对2个阵营，还有包括1903。虽然他们讲1903很飞啦，但是至少他们也是1打2嘛。所以我个人是蛮期待之后2359他们之后的 KVK 表现了。毕竟再加上前阵子官方不是才发布了一个邮件讲 KVK 匹配的制度他们会更改了，之后报名的时间由每一次2个星期出现一次报名变成4个星期出现一次报名，然后跳过的次数呢从原本3次变成1次而已。也就是说之后我们会遇到更加多先锋王国遇到先锋王国的 KVK 情况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，哇，先锋王国遇到很多 A 王国 B 王国，不然就是欺负那种很弱的王国，先锋王国找不到匹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。而且先锋王国他们也不能再逃避了，因为说实话现在真的有一点无聊，就我们来来去去看到的敌人都是一样的敌人，我们想要看真正的先锋王国对决都没有办法看到。所以今天特别强调2359呢，也是希
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王国，因为我感觉这个王国之后可能会成为 KVK 中的一个黑马也说不定。而且我看到2359他们也是招募了蛮强的玩家，像这个之前他是 Star 的账号来的，然后他给了这个玩家 Giovanni 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好像都好几个赛季了，他一直以来都有打蛮多的，而且他的个击杀数都有维持在很高水平。除此之外还有 RZR 这个也是很能打的玩家，然后 Mars Razor 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是在2377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伊卢亚就是之前960的玩家 RPYZ 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也是在960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了。像这里还有 Staver， 而且我记得 Staver 在他们那一场 KVK 也是表现得很好，他的击杀好像是排前20名的。Staver 可能有一些玩家不知道他是谁啦，那我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哇，你们就恍然大悟了。Staver 就是在奥西里斯联赛3379王国里面打败了960 60GT 联赛队伍的王国盟主。不过那时候他在3379了，那为什么会移民过来这边我就不确定了，因为他移民过来2359这边呢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可能要跟他做另外一个采访才知道啦。除此之外还有包括2377的上一任国王 Mini 也是移民过来这里了。这下面的话还有包括 Chasky 啊，但他这个账号不是他的主账号啦，是他的小号，所以不算是很强，但至少有一个专业的主播在嘛，所以可能表现也是不错也说不定呢。而且我刚刚给你们看的他们招募名单呢，多数玩家的击杀都是超过150亿了，所以相信他们之后 KVK 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啦，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王国2359。那以上就是关于2359的移民情况，还有关于 KVK 的报名问题。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